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22号星期二，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清晨。现在是清晨5点半。随着出伏，就是比赛那天是3伏最后一天，日出开始也慢慢的越来越晚了，很快就到凉爽的秋天了。但是今年遗憾的是，今年秋天应该还是不能在北京度过了。但是另一个好消息是，大阪城我经常跑那条路，两边全是银杏树。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可能对银杏树有更多的喜爱，因为北京这几个有名的漂亮的街道基本就是银杏树，农展馆的使馆区，日坛的使馆区，还有西边银杏大道，对不对？还没看过这边的秋天，这也是第一次这边的夏天。以前来这边旅行基本都是冬天。今年看了樱花，对吧？那段时间每天早晨都是樱花，过几天可能都是金黄的银杏了。昨天评论区还有小伙伴说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大阪城偶遇？有机会啊，我在这边跑一圈就过去了，都是老时间。今天特别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这一天其实只有2次的睡眠，因为有工作事儿或者其他事儿会少一点。人上年纪了就这样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聊点应对可能是跑步带来的焦虑，或者是运动带来的焦虑。有的小伙伴说，自己努力备赛、准备比赛的时候，努力训练的时候，1.76米，体重54公斤。但是最近呢，因为即使非赛季，好像训练就不是像准备比赛时候那么的艰苦。同时呢，饮食也稍微放开一点，体重到了124，就是62公斤，特别的焦虑，觉得跑步沉。我给他回了几个字，我说我也一样，大家都这样。然后好像他一下就想开了，跟大家聊聊这个啊。我总说咱们频道就是我来分享我的一些经历，让大家看看，其实大家都一样，不用焦虑。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！还是老地方，咱们开机。体重这个事情真的是没办法，为什么说只争朝夕呢？年轻的小伙伴们，我说年轻可能是32、3岁之前，当然越年轻越好。为什么运动员你们看觉得特别的练得特别的怎么说呢？这个词儿洒脱或者怎么样？小孩们就是这样，能吃、能练、能睡，还不长胖。现在有时候看电视里或者生活中17、18岁、24、25岁的小伙子，然后瘦瘦的，然后特别的感觉有活力，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人1年就一个样。这不是吓唬大家，但是呢，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就是这东西你改变不了，你只能选择接受。你看我现在的体重差不多是118斤，117到118之间摆动，就是非赛季，而且还是夏天呢。为什么我喜欢秋天的比赛呢？就是第一，我喜欢夏天炎热这种训练之后带来的自信。就像说夏练3伏，你看3伏过去了，一共40天，我没有停训，没有减量，甚至还加量。那到秋天我的心态不一样，我不太喜欢
冬天训练完以后的春天的比赛，因为那时候体重控制也很难的，冬天本来就不太好，更不好控制体重。你们看，我刚跑过的这个人穿的是大阪2011，12年了。可是他穿上衣服一看，除了黑一点以外，也就是普通人。你看前面那小伙肯定特年轻，那不一样。我之前在咱们频道还没有这么多观众的时候，很认真的说过体重还有吃喝的事情，但是那时候我说的，我觉得也片面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坚信说，到什么时候都一样。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现在一天的饮食，早餐大家看过很多次了。如果折成米饭的话，就是最多是2两米饭，熟的啊。生的话就是50克的生米焖出的饭。我跟家属就是一次焖200克，然后吃2顿。50克生米是多少呢？差不多不到200千卡，100多。然后1个鸡蛋，1杯咖啡，吃各种青菜，然后有时候吃纳豆，有时候吃奶酪，也就这样。午餐呢，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也给大家晒过很多次了，到这边以后碳水的量比北京的时候多一些，但是也就差不多这样。比方说昨天中午吃了，我们2个人吃了270克生重的鸡肉做的咖喱，还是50克生重的米做的米饭和青菜，而且是我就吃了一半，我俩在一起吃饭。现在我为了控制也是就分开盛，现在否则的话我就会不自觉的吃得多。就是100多克肉和2两饭。昨天晚上一般就不吃碳水，昨天晚上吃了也是100来克的肉，然后吃了更多的青菜。早上跟中午的青菜一般都生着吃，吃沙拉，晚上炒一炒吃。就这样，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的体重如果说就照这么吃，我的体重是稳步上涨的。嘿，小伙伴们，看不一样的切换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录完第一段之后，我摁停机没摁成功，我也没注意，正好当时一红绿灯，相机就一直运行着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将近30分钟了，然后赶紧关了，然后开始第2段录像的时候，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是没有停机，我以为我给摁开了呢，所以就没太多想。第2段录了4分多钟就没电了，我吓一跳，我以为坏了呢。等于进一步验证了这东西的电量，就我这么拍，大概是32分钟到33分钟连续拍摄就会没电，这也挺不错了。它这种情况下，比原来那个2代的时候要好。2代的时候基本上连续是13分钟左右就没电了，到我用到后期。咱们接着说啊，从波士顿比赛回来之后，我大概到现在胖了有4斤到5斤的样子。其实是不少了，这个就怎么说呢？像那天上一次强度课采访老哥从中国出差回来说胖了8斤，这个不夸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一定真的是吃的多了多少，主要是到这个年纪了，到这年纪以后就是这样，你只要不控制，你只要也不叫放开了，随便就是吃饱，到这个程度你不长肉是不可能的，真的是不可能的。有那种就是天生就特瘦的身材，但是他觉得他毕竟是少数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焦虑这个事儿呢，我也有。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称体重，哎呦，今天一下118了，特别难受，真的是特别难受。但是这个你只能去面对啊。然后现在你要这样想，之前这3年的训练状态，就是我的训练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不正常的。因为你总要绷着一根弦儿去比赛，那时候想着总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去240怎么样，或者是说总要想着我
连续2次没去成波士顿，然后我不能到我真的能去的时候，我的成绩不能去了，对吧？这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就像说你考上了大学没去报到，第2年呢又考上了大学又没去报到，第3年呢你怕你考不上了，当时的那个感觉是挺有压力的。所以在那个压力下，我才能做到说，那时候其实从那时候中午就不吃碳水的，你们能想象？就每天只有1顿饭有真正的故意吃的碳水，其他2顿都是，比方说菜里带的东西啊，这种不主动吃碳水的，我才能保持在当时是54公斤左右，就是54公斤到56公斤的体重。我要现在就正常生活，就是58公斤的体重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所以那位小伙伴分享他的那个心态，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，真的没办法。这个你怎么说呢？看开，你把你的体重也当成准备比赛的一部分。我现在就这么想，就是我准备比赛4个月的周期，有氧基础、速度能力、速度耐力，到最后的调整、放松、恢复、超量恢复，这都是准备比赛的周期，对吧？那体重也一样啊。你看老哥这次回来到现在，他减回去了已经，因为他要准备这周末的北海道的马拉松，就是奥运会那个赛道，所以给老哥加个油啊。然后你把这也当成一个周期，在比赛前2个月开始控制，痛苦那么1个月把体重减下来，其实很容易的。因为像我这个训练强度，而且我还跟你们说，就是从波士顿回来到现在，我的训练强度大家也能看到，我的训练强度其实是很大的。所以这就侧面证明了，就是体重只和吃有关。其实你说跟运动有关吗？有关，但是没有跟吃有关系的那么大。所以叫什么绝对点说，这可能就是主要看吃吧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刚才还有个小插曲啊，碰见了那位小伙伴，我不知道他年纪，一见面告诉我16岁，跟父母来旅行的，自己没带手机，带块表出来跑步了，刚跑了1年。半程马拉松跑1小时18，因为年纪太小不能跑全马。他说到年底17岁，我真的不一样。我上高1的时候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傻帽似的呢，特别了不起。一看那个身材，穿了一双特步的5.0 160X 5.0 Pro，看得我这觉得，他说更好，我也觉得更好。我最近正在看，行吧，今天不一样的一期。给大家，但是没有拍到那个小伙，不过人家那么小，就别让人家出镜了。1小时18呀，年轻真的不一样。我刚才就跟他讲，我说今天我正好说这个话题，你一看身材就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就是每个年龄段自己呢，发现这个年龄段自己美好的地方，是对自己一个不错的正向的激励。我能理解每个人面对生活，面对各种兴趣爱好，或者面对工作，都有各种的压力和焦虑。压力、焦虑本质上来源于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说我已经很努力生活、努力工作了，我还解决不了，那它就不叫焦虑了，它就是个遗憾。遗憾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焦虑，也可能是回忆中的一些美好和奋斗的过往，是不是？那好吧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我们明天强度课哦，明天强度课再见，加油干！